绝对是天才的审讯办法。明明犯人嚣张跋扈不肯配合，他却仅仅只是微笑面对，就将心理博弈发挥到了极致。你瞅啥？我不服，我被带到这儿来了，有啥不服？有能耐你把我放，放了你咋的？就你这样3个都进不了我的身，就你这样10个都进不了我身。我是黄埔特战队格斗教员，我是荒岗村民兵教头，我剑道6段，我一铁锹拍死你！有能耐你把我放了试试？能你怎么的？你放了我！你放了我！啊！先说说这个倒霉的犯人是谁，他是岛上派来的骑兵，原本想要让我方措手不及，谁料他刚空降过来，降落伞都还没来得及收，就被战士包围，于是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而一个落网的特务为什么敢如此嚣张？那是因为他知道太多秘密，也自认为郑朝阳几人不敢拿他怎样，毕竟他不是一般的炮灰，他是骑兵，是带着关键任务来的。而在落地没有成盒的时候，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判断我方肯定想活捉他，来挖出他背后的大鱼，所以他笃定自己有谈判的资本。于是当郝平川想要恐吓他时，他不仅不害怕，还大言不惭想要较量一番。可他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故意刁难郝平川，郑朝阳却依旧笑脸相迎，甚至还给他端茶倒水。你们俩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老罗交代了，不能激怒他。凭什么不能激怒他？老罗交代了，激怒他，他就死了。什么我就死了？啊！您千万别多想，就是枪毙。刚刚还嚣张的特务，此时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。郑朝阳的笑容让他瘆得发慌。其实落网后他并没有多害怕，毕竟我方有优待俘虏的政策，他早就想好了用情报换取优厚的待遇。可以说只要他肯开口，那将对郑朝阳他们打击特务有着巨大的帮助。只要他能掌握主动权，甚至可以将功补过，飞黄腾达。可他做梦都没想到，郑朝阳根本不按剧本走。这审讯双方还没开始对垒，就差点被枪毙。这就是郑朝阳的第一招，叫破防。他将特务脑子里原本清晰的应对策略全打乱了。他所有的谈判策略都是建立在我方想从他嘴里要东西的基础上。可现在郑朝阳直接掀了桌子，我不要了，直接枪毙。我们只优待这些配合的俘虏，像这种不配合的呀，动不动就怒了的呀，尤其是问什么都不答的俘虏，就只能死了。你问了吗？郑朝阳不按套路的审讯方法，明显让特务有些不适应。但特务也不是吃素的，毕竟作为敌方的骑兵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。于是他开始反向试探。此时他依旧不肯死心，还想重新掌握主动权，争取更多利益。他并没有继续围绕枪毙的话题，而是先要了一根烟。郑朝阳一听，立马就将烟递了过去。这个画面想必大伙见过不少，这一般都是犯人想要开口前的征兆。而特务要烟，就是在测试郑朝阳的底线，你到底有多想让我开口。而郑朝阳递烟的速度也证明他迫切需要对方开口，这一点特务自然也察觉出来了。既然想知道，那他就不可能被枪毙。一次试探，他自以为重新有了换取利益的把握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等了大半天，却发现郑朝阳没有给他火柴的想法。火呢？您只跟我要了烟，没火怎么抽烟？忘了跟你说了，我们这儿不让抽烟。后面写着呢。这一手只给烟不给火的举动，一枪命中骑兵的大脑中枢。如果刚才他误以为这是故意给他使的手段，那么现在的他可是真有点慌了。几次不按套路的折磨，他也已经明白了，郑朝阳根本不吃他交换情报那一套，只要不配合，那优待俘虏就跟自己无缘，这让他瞬间失去了底气。听说您还有条件，我提条件你们能答应？不能啊，不能你还问？我们好奇嘛，我凭什么要满足你们的好奇心？你看问了也是白问，还是不配合，直接枪毙。眼下别说拿情报换利益，现在能不能把命换回来都不好说。而他不仅想要活着，还要活着离开，但他这个要求又暴露了他的软肋，这要求也瞬间被郑朝阳拒绝，因为只有坦白他才能活着，而他一旦离开，结局可想而知。面对叛徒，他比郑朝阳清楚自己人的手段，这就是他最大的死穴。他怕死，更怕被自己人灭口。与其亡命天涯，被军统追杀，在解放军的牢里可能才是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。他的脾气暴，但也不傻，很快就想通了这一点，也立马做了决定，老实交代了一切，争取早点进入牢房躺平。这次他作为骑兵，只有一个任务，
目前我方1号正在进行国事访问，而他需要在其中一个环节实施恐怖袭击，而此次任务是潜伏在北平的军统桃园小组策划的。让郑朝阳几人惊喜的是，作为千里迢迢来配合的骑兵，他还知道桃园小组总负责人是谁。在他的指认下，北平商会会长魏强的身份也终于暴露，而随着他的开口，这场天才的审讯也落下帷幕。郑朝阳没有搞严刑拷打，那都是下乘手段，他玩的是心理战。他先是打掉了特务的谈判资本，特务一开始的嚣张是因为他认为情报等同于活命，可郑朝阳却用直接枪毙这一招，直接告诉他，你的情报我不要了，资本没了，特务的心理防线就崩了。随后他又拿捏了特务的求生软肋，特务真正怕的不是我方，是军统。郑朝阳敏锐地抓住了他想活着离开的想法，并当场拒绝，这就等于彻底断了他投机取巧的后路，紧接着给他提供了唯一的活路。当特务被自己人灭口和我方不留活口两种恐惧夹击时，郑朝阳才抛出橄榄枝，坦白是你唯一的活路，解放军的牢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场审讯也最好的诠释一句话，真正的暗战不是比谁的拳头硬，而是看谁能先看穿对方的底牌。虽然骑兵手握王炸，但偏偏被郑朝阳的连队打懵了。而虽然有了人证，但郑朝阳并没有实施抓捕，因为不出意外，对方已经听到风声。毕竟此时的宗相方还在局里，这个内鬼不除，抓一个魏强还会有下一个。于是他决定精心布下一张网，希望能一举将所有特务一网打尽。